吴娘子在做什么？钓鱼。胃口不错。胡珠送来的。胡珠娘子倒是好心。重刑犯嘛，总得吃好一些。什么？没事儿。吴娘子有心事。我在想，若是有机会，也在府里建座金屋给你住。然后让我在里面唱长门赋啊！你竟然知道这种野史故事？刚看完，五国公府，藏书丰富。藏书是挺丰富的，都让你给学杂了。学杂了便罢了，还将我比作负心郎。谁让你总胡言乱语捉弄人啊？这不像你平日里会说的话。我的意思是，若没想明白的话，不能说；力不能及的承诺，也不要做。小郎君从不信口开河。焦师兄，你下山太久是不是忘了？长西宫之人不得动情。我没忘。那你们不会有结果的。我并没有打算同他婚娶。我虽生爱慕，但心有挂碍，只是求因，不求果罢了。我该走了。你不问问我？为什么？问我去哪儿？请问五娘子去哪儿？跟别的男子有约。那早些回来。我会回来的。辉长老修行了1000年，猫公不过才修行10几年，这胜负不是显而易见的。也不能这么说，猫公虽然是个娃娃，可毕竟身怀猫公之力，若是能融会贯通，胜负也未可知。依大人看，咱们猫公可有赢面？
就为了对付我，已经不管妖师人间失血。短暂失去又如何？只要能除掉你，自然值得。强者为王，天地间本就不应该有你这种半人半妖的玩意儿。吓坏了，吓坏了，吓坏了！
破一番，生死局不破。没事吧？最不被认可的双眸，却能把是非都参透。战斗在凡尘或荒丘，别再耽搁我奔流。贪欢世间，逆水行舟，谁甘心做浮游？战风波般手，换满天星宿。混战云游，生来怎可任由足踏？别说宁可终不杀，山有人在人间花，等我一生灵怎么可能？才修行了18年。会长老，你崇尚强者，只因为你自认是强者。但你可有想过，有朝一日你也会死在更强者手下？恰如此刻，人人宰割，你还会振臂高呼这世间是强者的吗？小珍，有一句话你倒是说得很对，妖界强者为王，可为王者不是为了生杀予夺、大权在握，而是为了护好人妖两界，护好那些最弱小的生灵，不被比之更强者所欺。猫公大人，金长老，可是还有话说？这灰长老打破了人间与妖世的结界，自然是罪该万死。但是，毕竟他年事已高。是啊，自从妖世建立之初，他便一直跟随初代二公，这么多年来忠心耿耿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呀。猫公大人，念在灰长老这么多年的侍奉之德，只因他一时糊涂，
饶他一命吧。我是都可以的，那就饶他一命，留他一命，倒也容易。废了他千年修行，只留肉身，放归人间。你既最喜欢分辨强弱，便罚你做个孤弱鼠类，好好体验一番弱者疾苦。长老，各位长老，如此可还有异议？谨遵猫公之命。怎么样？身体可还撑得住？我幸亏你没死，舍不得我了？那倒不是，是后悔。当日冲动了，说若你死了，要帮你报仇来着。毕竟是爷爷辈的老妖，还是很有水准的。你这小猫倒是威风了，只是妖界有点得不偿失。这一战，又平白多了不少活要干。灰长老破的结界，可有的猛火了。我已让朱莹去查看，看看这结界到底是什么状况。小珍，你半妖之身本就不稳，又经此大战，要不还是先去我那儿休息。我该回家了。你都这样了，还急着做什么？我得说话算话。梅家郎君怎么还未休息？哦，我在等五娘子，这眼看都快到子夜了，她还未归，我有些担心。梅家郎君不必忧心，我家二娘子喜欢玩闹，一向晚归，有时也会宿在如意楼，辰时方回。可她出府前说过，今日会回来的。我再等等吧，不知道为何，我总有种不好的预感。梅郎君多虑了，这长安城里还没有人能欺负得了我家二娘子。明庄姐姐，这梅思氏也太过杞人忧天了吧？什么杞人忧天呢？瞧瞧那梅郎君，像不像画本里写的忘妻时？嘘，好生没规矩。再怎么说，人家也是客人。我看呢，这位客人马上就要变成主人喽。大半夜的，在干嘛呢？等你回家。幸好我回来了。
这是打架来着，累得很。为何又打架？因为不喜与人纠缠。你说的话总是让人听着不可信。真的，那位年纪大了些，我还是喜欢年少的小郎君。你腿好些了吗？恢复得很快。那送我回去应该没问题。如果从不曾写好，怎知这情愫会越发温柔？像每月呵护着枝头，那一年花开，倒映细水长流。命运牵起缘分的手，要不要先起来？这样让人看到了，不好。迷雾上楼，相伴天地同游，情浓处看相思红透。怦然理会，望昨日如风，当时的朦胧依然还在心房中跳动。愿我一字一允诺，愿你归来皆笑容，张开心交付，融入星光长空，深情不约而同，爱执着影踪，余生长相厮守，年岁与共。师哥，你们在做什么？你又在做什么？我，大半夜跑来这干嘛？我这不是着急找你吗？放心吧，师哥，我知道是大半夜的，特意翻墙进来，没敲门，就怕别人说咱没礼貌。找我做什么？说起来也没什么，就是突然想起一件事儿。说。天灯节那日早上，我巧遇梅四郎，他说见到一个妖怪般的黑影。我当时觉得太扯了。那你现在回想，可是觉得有意啊？就宁可信其有，反正当时没觉得有什么妖异。那你可有觉得今夜的天象有些妖异？妖异有吗？没有啊。罢了，你先回去吧，明天我们再谈谈。好，终于有点正式感了。哎，门在那儿，以后不许随便翻人家外墙。知道了。
如今夏日，雨或夜里最是冷暖适宜。想来五娘子若不是昨夜淋了雨，也不会烧起来。你不会照顾了我一夜吧？顺便看了几本书。什么书啊？好看吗？一般。为何一般？我不明白，为何这些画本的终章都是郎才女貌、锦绣良缘、恩爱一生、白头偕老。可是这种画本结局不都是团圆美满吗？男女婚姻就是团圆美满。若这些故事是为了成婚，而女子无其他事可做，婚后命运又被一笔带过，多少显得他们的一生有些潦草。若是有些人知道你这么说，肯定会说你好为人师，妄自尊大。我也就是同你说说罢了。感觉好些了吗？还烫吗？不少了。快点儿！够了。你笑什么？无事。突然觉得真好。好就多吃些。看来五二娘子忙得很呐。坐下一起吃。怕是没那个心情。我突然想起，我得去如意楼一趟。明庄，你看着梅郎君吃药。二娘子放心。对了，等下梅郎君离开时，小心门口那第2层台阶，从前陪小珍练剑时弄坏过，虽然修补，但却仍是不太牢固，常会绊人。我也有事，出去一趟。怎么回事？姐姐那边漏洞不小，从昨夜到现在，已然有好几次凡人误闯，亦有小妖外逃。蛇宫那边忙不过来，需要我们过去帮忙。梅郎君，这是县主给您准备的药和药后糖果。那这糖我就拿走了。好，不过平日里少吃些。这都第18个了吧？这老耗子到底使的什么妖术？真是让人不得安生。
蛇宫那边定的什么章程？照旧例，且先抹除凡人的记忆。凌霄和朱莹也在加紧捕回那些溜出去的小妖。好，眼下就等这边的结界弥合，让凡人进不来，我们再去人间修补，那便好说了。是。见过猫公、狐珠大人，禀2位大人，又发现一处可疑的地方。寄付铺，卖皮囊的地方。好了，你再去寻寻别处吧。是。这老笔怪又跑哪儿贪睡去了？手感真真实啊！是，个个都是手工绘制，辅以妖术而成，自然以假乱真。听说，修为尚浅的妖灵，躯体容貌暂未成形，有些向往美貌的，便会在此地或租或买一张手工皮囊。肯花重金的，甚至还能定做呢。是啊。从发色、肤色到五官四肢，皆可选择，还可以到换皮间试穿，满意了再付钱。老大，你是人形化妖，自然对寄付铺不太熟悉。我们妖化成人形很难的，有些就算是化成了，也不伦不类，丑得要命。毕竟不是每个妖都像我一样。好了，这里交给我吧，你去看看是否还有其他破口。哎，对了，老大，你可要提防着些，对面是柳香妓馆，你这般大名鼎鼎，可莫让人瞧见了。对面是哪家妓馆？玉农馆，他家的生意向来不甚正经，歪门邪道，乱七八糟的。你确定不带衣服？不带，多闷得慌。再说了，我霜降大师行走江湖，最爱露脸了。之前四哥提过的那妖影，也是在柳巷附近出现的吧？正是。这人呢？人都去哪儿了？人都奇了怪了，姑娘都去哪儿了？哎呦！呀，好生俊俏的小郎君啊！我不是来玩的，我真不是来玩的。谁让我
我来了。美人呢？这儿。这是50伞。这位客官，想来也是走错路了。这是何处？这儿，玉农馆的空屋子罢了。什么声音？哦，没什么。我去里面看看。不可。凭何不可？是妖怪。倒在这儿了，快来人呐！郎君，郎君，你醒醒啊，郎君，醒醒啊，没事吧？什么美人啊？怕不是又吸食多了50伞吧？哎呀，先把郎君扶起来。出了何事？凡人误闯，生了疑心。小珍这是在玩什么？我哪里在玩？没事吧？误闯的凡人如何处置了？无事，将他抹了神石，扔出去了。刚才是谁在踹我？老子弄死他！小郎君，他们都说我今年的桃子没结好，你还是到别的地方去买吧。那儿，到他家买吧。无妨，老人家，帮我装一些。这桃好吃吗？小郎君，小娘子，实在是不好意思，我这上了年纪了，口里吧也尝不出什么滋味。这桃子酸吗？酸。无妨，我喜欢吃酸的。为何喜欢吃酸果？小时候住的地方有一棵枣桃树，结的果子又小又涩，比这个酸多了。可我每年都期待那棵树结果，因为只有那棵树的果子，没有人惦记，都是我的。哎呀，难得小郎君喜欢，来，小郎君，再多拿2个啊！哎，多拿2个。
跟你说，这桃树可不好养活了，一旦过熟，又苦又涩，生的呢还酸。哎呀，这大好时光啊，太短了。多谢老人家。听闻西山夏花将至，后日我们一起去看看。好。我看府上的画本里，都是郎君折花送与娘子。那些画本都一般的很，也有女子折花送男子的。是我狭隘了。若牵那头驴子来，就跟上次一样了。上次西郊之行，其实我曾梦到过五娘子，梦到我什么？行轻浮之举。我就说，自那之后，你就变得奇奇怪怪的。无妨，我梦回来便好。狐狸精！你说什么？那武二娘子真是只狐狸精！霜降大师，你骂人可以，不过你下次骂人的时候可不可以换一个词？别老狐狸精狐狸精的。难道还有比狐狸精更贴切的词吗？你干嘛？我看见你变活的，滚！可惜花期将近，若是有什么法术，能让百花常年盛开便好了。四季变换，花开自有其时。便是有法术，也不该违背天理。你笑什么？想起了国公府的猫。哪一只啊？一只梨花猫。你不怕它？它很是和善，倒是与我有些投缘。它那不是和善，它是怜香惜玉。它定是喜欢你生得好看，恰好我也喜欢。下山太久，是不是忘了？长西宫之人不得动情。这不合规矩。小郎君，有些时候不用这么讲规矩的。我伤势应该好的差不多了，也该离开吴国公府了。你要离开？是。那我呢？什么？你
你有其他话要跟我讲？你要走便走，我还能强留你不成？小郎君光风霁月，想与我保持距离，那我也得识趣一些。走。驾。师哥，他们驾走的是你的车吧？时候不早了，我们也赶紧回城吧。怎么又没车，又没马？有脚。把行囊拿上。哦。其实你要真的对他有意，又何必着急把话说开？多留他几日嘛，快活几日算几日。不明不白的，多没劲啊！人家未曾想再进一步，就说明我在他心里没那么重要。难得啊，咱们武二娘子头回为情所困，总得让我伤心个2日吧。成，那我就找几个武官小妓陪你唱唱曲儿，让你热闹几天，定然就把那负心汉忘了。好吧。今夜就在这儿歇脚吧。先吃。慢用啊，慢用。哎呦，二位，这边请。二位是打尖儿还是住店呢？2间厢房，2碗阳春面。啊，还要那个碟松醋鸡、秋葵炒肉、冬苋醋芹，水盆羊肉，还有，糊饼。您能吃了吗？你管那么多干什么？付得起。嘿，劳烦坐吧。哼。哎，小师哥，你说那人是不是有病啊？还没入秋呢，穿这么多，我都说得冒汗了。勿讲他人是非。这是房牌，请收好。哼！既然要吃这么多，那你也得动一动，把这些行囊放到屋里头去。哦。好。几位，大尖儿还是住店？看不出来吗？
这是老子们大捷！大捷！郎君很是阔气啊！别过来！你说不过来就不过来，以为自己是大仙儿啊？还笑？交钱？交钱呢？没有。怎么不肯给？在下身上并无半两钱财。我看你这身装扮，出远门不带钱，不太可能吧？带了，不过包袱在屋里，不如我带阁下去取。不必。你当老子是第一天出来混呐？像你这样细皮嫩肉、自作聪明的人，老子见多了，还想骗老子？小二，哎，找到包袱了吗？13小4，去2楼。好。都说欲壑难填，看来古人撑不起我。哎，奶奶的，你的房间会吃人吗？怎么上去都没动静啊？不如你亲自去瞧瞧。我？不然他们都上去了，你可要掉队了。嘿。怎么还有一个还不上来啊？就这个最聪明。小二，报官。快点，走，走！哎，瞪什么瞪啊？郎君，在下昆州裴季雅，多谢二位相助之恩，不知二位高姓大名？在下梅竹雨，这位是射地双将，不必多谢。方才之事也是为了自救，恩情自是该报的。不知二位用过晚膳没有？不如在下做东，聊表谢意。师哥，要不……多谢，请。
霜降郎君若还有疑，但问无妨。你怎么穿这么多？我有病，娘胎带的。我自小身体羸弱，见不得光，3伏天都得多披2件。哎呀，真是可怜人。霜降郎君，下一问是？没了。今日见到梅兄，是裴某有幸。梅兄智勇双全，裴某不胜感激。在下不会饮酒。小师哥不喜饮酒，裴郎君，我陪你喝。以茶代酒。郎君风尘仆仆，可是从长安而来？正是出来游玩。真好。我自幼长在长安，后来因家事离开，现居昆州，很多年没回来了。早听说长安现在清静许多，各界都颇有规矩。裴郎君所言各界是指？裴某说的是，朝廷各部颇有规矩。郎君莫怪，小生素日以制香为好，对气味颇为敏感。说起来，郎君身上的气味倒是颇为丰富、有趣。什么味道？身上有一些新柔质皮革的气息。马鞍可是新配。你怎么知道？梅郎君身上还有些许药味，艾叶、桂枝。近来可是受过伤？这都闻得出来。还有一些女子的气息。这句是玩笑。我见梅郎君一表人才，想必有不少女子心者，各自打趣。说到女子，倒是想起我的青梅竹马。还记得小时候，我身体不好，外人见了我，避而远之。只有她待我不同，我与她心心相印，情投意合。只可惜世事不如人愿，家中远迁，去了昆州，将我二人分隔天涯两地。我这半生，为了我这陈科救急，吃了不少苦。可再苦，我都忍得下去。我总记得，我唯一一次哭，就是因为他。以前身体不好，纵使心中万千喜欢，也不敢求娶。如今身体渐愈，我立刻奔赴长安。这一次，定不叫他失望。裴兄弟不远万里奔赴长安，用情至深，真是感人肺腑啊！郎君呢？可有心仪之人？有。可否说说二人的故事？人生自是有情痴，只是我与他没这个缘分。
原来如此，梅郎君有出世之见，可我就是个俗人，只想和他结发夫妻，长长久久。梅郎君，不助我一句。相去万里，也可深远心境。若彼此真心相待，天定不负人意。多谢郎君。这是我最近吃的最饱的一天啊！这裴郎君人真不错，小师兄，你认为呢？奇怪。奇怪？哪里奇怪啊？我觉得这裴家郎君同我们有点交浅言深了。嗨，这裴郎君看着身子虽然弱了一些，可为人还是挺热情的，估计啊就是爱说话吧。也许吧。怎么了？没事，应该就是吃太多了，休息一下就没事了。把手给我。怎么样？没生什么重病吧？看脉象来说，像是吃坏了肚子。行。可为何还有一丝中毒之象？走，去找大夫。哟，这是怎么了？二位慢走啊。郎君锁。这姓梅的倒是谨慎的很。官差那边打点的如何？使了些银两，那些劫匪过几日便都能放出来了。这局做的天衣无缝，郎君不必担心。郎君，这个屋内只有那个大个子的包袱，可要打开看看。不必，我对他毫无兴趣。郎君，婢子不懂，郎君本小独岛那梅竹雨，怎么只读了霜降？我这次用的是香毒，需要配合酒水、食物。可这梅竹雨，酒未饮，饭未食，自是无用。原来如此，那姓梅的给郎君添堵，要婢子说，就该要下得狠些，要了他的命才是。长安传来消息，他跟表妹已毫无干系。一个败军之将，杀他干嘛？而且我这么善良。郎君说的是。罢了，好歹见到了人，也知道表妹喜欢什么样的郎君。
虎真，虎真。 举止不收，却未等到光亮那一刻。此生辜负太多情字难舍，人言交换你安乐，看片片花瓣都掉落，可为爱陷落又何从？ 闪烁怀里尽头，如何再见？你回眸，曾奢求一路。哎呀，没事吧？ 表哥，好久不见，表妹。你可知道昨夜如意楼的事啊？听王星和县主又有了新欢，这武二娘子啊，还真是一如既往。就我，还有忙能帮得了你？ 对，四哥常年周转各家宴席，可有认识城门郎的关系？我还真认识。何事？从城外回来的路上，发现一个形迹可疑之人，我想打探一些情况，解除心头之虑。你若是不着急，给我2日时间，我去熟悉一下，到时候问何事都成。行，那麻烦四哥了。小事。 对了，我回来路上听到有许多人提起五娘子，她还好吗？她好得很。你这一日不在长安，我甄姐已经翻篇了。这如今是新人胜旧人，你已经成旧闻了。现在长安议论的是，清河县主在如意楼可以年轻郎君，众目睽睽，举止亲热。 年轻郎君，不逗你了。这传闻一半是真，
一半是假。哪一半真，哪一半假？亲热是真，新人是假。此话何意？哎，就是这个郎君不是新人，那就是我甄姐的青梅竹马，她舅家的养子。昆州裴家大郎裴季雅。在下昆州裴季雅。探身符，可见来人所用术法。那朱红色是邪修。梅郎君，你回来了。五娘子呢？后院，府中有客。果然是你。你怎么来了？原来裴郎君来长安要寻的是五娘子。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？原来梅郎君是冲着表哥来的。你们的事情我听表哥说了。说什么？我将我们相遇的事情变成趣闻，说给表妹听。没想到表妹与梅郎君竟也相识，真是令人意外。怎样的趣闻？梅郎君做了什么，自己不清楚啊。放心，我只是据实相告。梅郎君与我等偶遇，后来遭遇匪徒，吓得我家婢女小悟、小珍花容失色，是梅郎君英雄救美。后来与我们同桌儿时促膝长谈，他二人现在还仰慕梅郎君呢。哦，对了，表妹，梅郎君还祝我们彼此不负。瞧瞧，多大方！他一向大方。梅郎君，这次来所为何事啊？裴郎君此次前来，又是何事？梅郎君难得对旁人感兴趣。裴家生意以香料起家，这次斗香大会，表哥千里而来，暂居国公府。郎君莫怪，小生素日以制香为好，对气味颇为敏感。五娘子，昨日你驾走我的马车，我一路步行回城，想必我的腿伤肯定是复发了，只好再打扰五娘子几日。这恐怕不合规矩吧？这国公府内院，岂是一个外人能住得了的？裴郎君能住，我自然也能住。你我可不一样，我跟表妹是青梅竹马，少时我就住在这儿。我与五娘子乃生死之交，前些日子我也在这住。行了，都住下吧。我这国公府能养10个。二娘子，这梅家郎君不是说要搬走，怎的突然回来了？二娘子早就知道梅家郎君会回来。我不知道，只是听表哥说了，他们在西郊相遇之时，我就猜测小郎君可能会回来。因为裴郎君，这梅家郎君好生奇怪。他不奇怪，我反而觉得表哥有点奇怪。
不知这两位郎君，二娘子有何考量？又要跟阿姐报信，还请二娘子给个答复。不偏不倚，作壁上观。梅郎君，觉得我这一生如何？敢问裴郎君，西郊之遇，可是偶然？世上哪有那么多偶然，都是机缘。那昨夜，裴郎君可曾去过我房间？梅郎君，可是丢了什么东西？没有。那就好。其实梅郎君不必故意揣测我来长安的用意。虽名义为斗相会，但我并不在乎。我在意的只有表妹。看得出来。前几日，梅郎君说心仪的女子，可是表妹。是。既然如此在乎表妹，为何又说无缘呢？我自然有我的缘故。看来在梅郎君心里，表妹没那么重要。梅郎君，房间已经备好了，郎君可以先去休息了。弟子就说嘛，郎君的药就该下得狠些。我还是心太善了。我记得少时我们常玩这个，不过那时花样少，见识也没如今的精美。日子都是越来越好的，我却觉得少时好，那时只有你和我。不过表哥的头弧数倒是比小时候差不少。是啊，多年未玩了。听闻表妹喜欢才子佳人的画本，这些都是最近时兴的，我替你搜罗了来。不喜欢了，这些画本写的都是女子择婿、郎情妾意、缠绵悱恻的故事，无趣。虽说这故事俗套了些，但结局圆满呀。圆满？何谈圆满？都成亲了？女子这一生最重要的事情，就是找个如意郎君。为何？什么？我说，为何女子这一生最重要的是找个如意郎君？女子玉软花柔，自该找个依靠，有个归宿，如珍似宝的被人护着，一生一世，百岁无忧。表哥说的对。女子这一生最重要的是找个靠谱的依靠。小心！什么情况？我人缘好呗。那明日一早，我来接五娘子去斗相会。
表妹，你这是？明日我可能看不了热闹了，受人所托，要做相伴。那明日还请表妹多给几分薄面。斗香会。此次斗香大会分为凡品、能品、药品、异品4级，依据品级选出评级最高的香，进入最后一轮。最终由在座诸位与相伴共同选出最终胜者。而今年的奖励正是举世难寻的齐角椒。甄姐，怎么是你？我家柳娘子呢？梅郎君如今这般喜欢凑热闹，你来这儿我不放心，只好托四哥带我过来。更有安碧罗安大师作为相伴，有请安大师。长安斗香盛会，起！在下乃齐州九合香坊调香师，这些年游历海外，寻得莫罗国的沉香，配以苏合油封存100日，调得乐油香，献给诸位官人。配方倒是精简，可沉香有何可奇啊？高老说的是，我看这香倒是挺有意思，木香中似乎带有石蜜的味道。敢问这位郎君是？昆州裴季雅。难怪裴家香料名重天下，早听闻裴郎君于香道之上也是颇为精通，想来便是做了香判席，也无人敢与智慧吧。先燃香试试吧。这馥郁香味中还有股什么味道？是血腥味。安某并未闻到丝毫香气。这姓安的怕是感染了伤寒，鼻子塞住了。胡说！安大师品味超群，这叫不同凡响。哦，清河县主，敢问为何只给凡品之级呀？
我觉得这香气中有一丝血腥的味道。血腥？县主不妨详解。此香虽奇，但采割颇为不易。听闻莫罗国的奴工们都冒着生命危险登上悬崖峭壁，只为取得沉香木的香蜜，过程不知付出了多少鲜血与汗水。想来县主也是想到了这里，才觉得这乐游香名不副实了。这位郎君，博学多闻。香变豆香，对我贞洁岂没弄眼错神？切！此香名为旧时香。旧时香，这名字起得也太随意了些。此香乃是我自行创制。罢了罢了，裴公子，先请吧。就是香。裴公子千里迢迢而来，参此盛会，为何拿出来的香料却是
如此平常。大师有所不知，我这香只为一人而来。县主可喜欢？喜欢。可见少年时园中百花盛放，秀视春光。不过，你为斗香会准备了这么久，又不远千里而来，只为燃这回忆之香，多不值得啊！听闻作诗者，有人为天下事，有人为一人事。我不为天下人欢心，只为讨一人欢心。此刻还有一旷世奇香，出自安碧罗安大师之手，作为斗香盛会的压轴之作，邀诸位共赏。安大师的香，安大师，他已有近2、3年未亲自调香了。果然这次不虚此行啊！确实。这么大，雕工这么精，真是难得一见呐！这香炉由林毅通天4角所雕，世所罕见。但论价值，不比其中香料万亿。那此香何名呢？麒麟香。原来这就是麒麟香啊！我听闻此香乃是安大师新作，集天地灵气所成，然只可伤1个9重，香闻数里。若岁岁浸淫其中，可使人青春不老，精力不倦呐。房子制成，以凤羽为主料，再将龙鳞研磨成粉，辅以苏合、安息、龙涎等100种香料，或云需1000日而成。哎呦，凤羽龙鳞啊！故作玄虚，这世上哪会真的有传说中的东西？不许这么说，安大师，他一定自有用意。质疑安大师呢？大师所制之香，无与伦比。只能是我等凡辈层次不够，
不能享受吧？太丑了！谢了。我这香如何？这个，太丑了。此香确实不俗，似有些泥土清香，如春日之阳化隆冬之雪，万物出发。妙极，妙极，妙极！数年未回长安，如今的品味竟这般特殊了。妙极，妙极呀！那，你给这个香打什么品级？大师亲手所做之香，我等怎可妄言评？我问你打什么品级？当然是一品。一品。高老，你呢？我样子，你觉得？我觉得之前的香虽有差异，但好歹是香气。安大师这香，此香怎样？有股触碰的味道。触碰的味道？难道不是吗？还是跟小时候一样，不给人留半点颜面。诸位觉得呢？确实是粪土的味道。对呀，确实是粪土的味道。这个味道就是不适合我们。你看，不光我一个人这么认为。你们这些乳臭未干的小子，什么也不懂！这麒麟香，我用了多大的劲儿！香中龙鳞，乃灵力之力；所谓凤羽，乃白鹤之羽。虽是平常，但取羽之法却讲究得很。羽是惊恐哀痛的诱饵，其汗下之语，才有愈浓重愈馥郁的香气。
这安碧罗造下的无谓杀孽太多，你为职滥杀，为行报复，将他控制，我能理解。可这身体终究是他的，你即便借此疏解恨意，也只是一时之功。你怎么会知道？我是长安妖氏猫公，人皆复杂，不如你随我回妖室，我会在继父铺为你找一具皮囊，助你修炼，再替你惩戒恶人，还你个公道。大人，既此事已了，我们即刻便回妖室，还是先和那帮人交代一下。陛下，说到底还是要把我送给那一些人。报，东侧卫巡道人。报，西侧卫巡道人。报，北侧卫巡道人。别报了，巡道人再报。什么毛公，一点妖力都没有，分明就是骗子！在那边。真切，不是，他们是怎么过去的？难不成还能飞过去？这不可能吧？在拖延时间，在我追死他们之前，先解决你这个骗子！后者有鬼。你没事吧？表妹，表妹，表妹，你没事吧？小朱宇，小朱宇，你原来这么厉害，你怎么从来没有告诉过我？梅司使，你刚才那一剑好帅啊！哎，我剑呢？梅司使。完了，我这以后真是梅家最差的那个了。梅司使。有没有考虑调来我们禁无卫啊？哎，梅司使，有没有考虑来我们禁无卫啊？哎，梅司使，哎，小朱宇，我先走了。小朱宇，我真的都不敢相信，你刚才是怎么做到的？哎，有没有考虑过来啊？啊，你过来，你过来，哎，你为什么不叫我过来？郎君，起脚胶拿到了。妖媚之物，自该斩除。可我不杀你。我知道斗香大会
你并非有意伤害无辜之人，选择安碧罗，也是为了震慑众人，让他们不敢再为一己私利虐杀生灵。他罪行累累，律法会给他应有的惩罚，恐惧会夜夜与他相伴。只是你，既恨已难消，难道真的要以怨气为食，生生世世？太玄太星，应变无形，心会元景，六神暗冥，散。是你？都是安碧罗干的。是。为了一己私欲，将残害这么多生灵，真是……你为何在这儿？想到安碧罗中邪时说的话，于是寻了线索而来。这里是他2个月前住的地方，我猜与斗香会有关，就过来看看。我也是，可惜只剩这些残骸了。错了。皇后娘娘听闻斗香会之事，十分生气，本要下令日后停了斗香会。梅妃和元贞公主劝了半晌，皇后娘娘才转还了心意。斗香会乃全民盛事，倒也不会因为一个安碧罗就全盘否定。因此，陛下索性下旨，日后斗香会不得以虐杀动物的香料入香，且不得过度奢靡，应以百姓皆可用得起的香为上选。安碧罗被香会除了名，据说今日出城，不仅无人相送，还有一群人追着扔菜叶子呢。若能因为此事断了城里那些世家公子为品香一掷千金，不看品质，只求贵重的奢靡风气，也是好的。二娘子和皇后娘娘想到一起去了。皇后娘娘说担心二娘子，让二娘子这2日进宫一趟。知道了。叫你什么好呢？一只鹅，鹅，曲项向天歌，白毛浮绿水，红掌拨清波。甄姐，你这学问退步的有点快啊，要不过2日我送你本《三字经》。管好你自己吧。你何时来的？在你咏鹅的时候啊。五娘子是在给这鹅取名字？给鹅起名字？难不成炖汤的时候还得给它立个碑啊？你小心说话，吓着我儿子了。你家儿子？儿子，他的名字，以后你就是我儿子了。你儿子？你们猜猜我是谁呀？看不到我吧？啊，看不见吧？看不见吧？哎，这次云游啊，收的新货呀，一个书法大师啊，特意卖给我的隐身衣。
您真觉得这东西跟术法有关系？先不说这个，我只不过是出门游历3个月，就当上了外祖父了。啊，这也太快了吧！你，谁的？姑父，武国公。梅珠雨见过武国公。好，挺好，挺好。经常见的，和许久未见的，还有头回见的，挺好，挺好。您要再不回来，我以为自己没爹了呢。我也只不过是听说有2个郎君住到了咱们府上嘛，长安城里呀，哎呦是众说纷纭呐，人人皆睹。爹爹我十分关心呐。原来您是回家看热闹的。不，只是担心我小女儿啊，所以这2个到底哪个是我的女婿啊？爹爹主意哪位啊？我不好选呐。不好选啊？那就先把孙子抱上。哎，珍姐，梅家小郎君啊，不知梅家小郎君对我家珍儿是？姑父，梅郎君是因我之故才住到府内，而我这次来到长安，是为了求娶表妹，还望姑父应许。嗯。